朝韩关系正处于多年来的最低点。近期，朝鲜指责韩国派遣无人机屡屡飞入其首都平壤，散发反朝传单。朝鲜也相应提高军事反应级别。13号，朝鲜国防省发言人表示，朝鲜前线部队已经进入射击准备状态。 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 국방성 대변인이 조선인민군 총참모부가 국경선 부근의 보병연합 부대들과 중요 임무 수행 부대들의 사격 준비 태세를 갖출 데 대한 지시를 하달한 데 대하여 발표했습니다.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于12号发出作战预备指示，按照战时定员编制，将8个全副武装的炮兵旅团在当地时间13号20时之前转为射击待命状态，完成各项作战保障工作。同时指示各级部队区分队加强监视警戒，首都平壤市加强防空监视戒备。 朝鲜称，韩国本月分别于3号、9号和10号利用无人机在平壤上空投放传单，并公布了9号凌晨拍摄到的韩方无人机照片以及传单样品。拍摄地点就在位于平壤市中心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本部大楼。 对此，韩国国防部否认相关活动由韩国军方组织。同时，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匿名人士表示，将确认是否由韩国民间组织所为。 그런 적이 없기 때문에 저희들이 상황을 지금 파악을 못해가지고 확인해 보겠습니다. 但朝方认为，韩军对无人机事件袖手旁观，因此依旧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2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称，无人机是多用途军事手段，一国国民利用无人机做出侵害他国主权的行为，由此可能引发武装冲突危机。军方却对此袖手旁观，这无异于有意默认和共谋行为。因此，韩国军方难以推卸作为重大主权侵害挑衅主犯或共犯的责任。 自5月以来，朝韩双方通过散发传单、空飘垃圾气球和使用边境扩音器等方式展开心理战。韩方称，从5月底至今，朝鲜共对韩空飘垃圾气球28次。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向韩国投放的垃圾气球中，部分装有 GPS 定位器，军方正在分析朝鲜是否能在特定地点爆破气球。而韩国民间团体则连续6个月对朝散发反朝传单。有韩国专家分析认为，韩国 政府对这一行为置之不理，所以不能排除民间团体此次使用无人机在朝鲜上空散发传单的可能性。韩国舆论担忧，对朝传单与垃圾气球之间的对抗可能以平壤无人机事件为分界点，发展为朝韩间军事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 朝鲜国防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声称若无人机再次出现，朝军就将其视为韩方对朝宣战，并根据朝方判断采取行动。对此，13号韩国国防部也以狠话回击：若朝鲜侵害韩国国民安全，那一天便是朝鲜政权毁灭之日。过去呢，这个空投的宣传资料呢，主要还是通过气球，但是呢，这一次呢是通过无人机，而且呢又是在朝鲜劳动党的党中央的这个 本部大楼的上方，所以可以想象，对于朝鲜而言呢，应该说还是构成了一定的这种安全的威胁。外界注意到，朝鲜半岛局势本月陡然升温。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9号宣布，与朝方南部国境交界的韩国地区无时无刻不再进行战争演习，加之一批批美国核战略资产随时出没，朝方自当天起完全切断与韩国连接的朝方地区公路和铁路，进行防御设施要塞化加固工程。相关消息已向联合国军司令部通报，并称朝方将动员大量人员和装备进行作业，包括爆破工作。而韩国军方14号表示，发现朝军疑似在京义线和东海线朝韩公路连接处为炸毁公路做准备，韩军对此密切关注中。 近期，韩方频频在军事领域秀肌肉，施压朝鲜，特别是强化韩国型3轴体系。所谓韩国型3轴作战体系，是由杀伤链系统、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及大规模惩戒报复作战组成的战略战术体系，即打击、防御和威慑功能于一体。 本月10号，韩国空军进行了担负杀伤链核心地位的金牛座远程空地导弹的实弹演习，为7年来首次举行此类演习。韩国媒体称，展示了精准的对朝鲜打击能力。
本月1号，韩国新型弹道导弹玄武5公开亮相，被视为韩国型3轴体系中大规模惩罚报复作战计划的核心手段。玄武5导弹又被称为怪兽导弹，弹头重量高于现役弹道导弹，破坏能力与战术核武器相当。分析认为，韩军此时公开玄武5，意在对朝发出警告信号。从朝鲜的角度，他为了应对韩美的安全威胁，他会加大自己的战略武器的研发和试射，应该说军备竞赛加剧。韩国国内再次向朝鲜释放无人机，朝韩之间就有可能爆发意外的冲突。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超重型火箭成功完成试飞，并在机械臂的配合下完成了筷子夹火箭的高难度操作。这是星舰目前最大胆也最有看点的一次试飞。筷子夹火箭到底难在哪里？星舰超重型火箭于美国东部时间13号上午8时25分点火升空。火箭第1级及超级重型助推器完成发射任务，与第2级星舰飞船脱离后，开始受控从高空降落，并缓慢靠近发射塔架。在经过多次减速后，略带倾斜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半空中被发射塔架伸出的2条机械臂筷子精确地环抱，随即完成了这次高难度的回收。不久后，星舰飞船也成功降落在印度洋的预定海域。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贺发射塔夹住了火箭。事实上，想要实现筷子夹火箭确实极不容易。马斯克此前曾预测，首次成功率仅为50%。至于为何要采用这种复杂和高风险的回收模式 ，SpaceX 解释，它可以高效解决火箭再利用的问题。早在2019年，马斯克曾表示，一个星舰助推器一天可以发射20次，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发射1次。要实现这一目标，使助推器落回发射塔，就地检修、加注和再发射，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这次筷子夹住火箭的回收方式，就标志着 SpaceX 朝着使星舰成为完全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系统目标迈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据悉，马斯克希望通过星舰实现他的火星梦，将人类送往火星殖民。值得一提的是，距离11月5号的美国大选只有20多天的时间。有舆论认为 ，SpaceX 的成功试飞可能会对大选结果造成微妙的变化，因为近段时间马斯克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越走越近。特朗普就在星舰试飞成功之际，在竞选集会上激动分享观看直播的心路历程。Did you see the way that sucker landed today? Look at it. It was a beautiful.White shiny thing. Now it's burned to a crisp, but they landed. It needs only a new paint job. That's a lot cheaper than building a new one, right? But that was coming down. I looked at it this morning. I said, look at that. Oh no, that's terrible because it was coming down so fast, and all of a sudden, boom, and it's like got this much on his side. We're going to have to get Elon to explain that, but another time. First, we have to get elected, right? Okay.But he's on our side. 而在1周前的集会上，马斯克戴了一顶黑色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帽子，公开表达对特朗普的支持。他还在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中与特朗普握手、拥抱，甚至还现场跳舞，呼吁人们投票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保守派媒体人卡尔森采访时，马斯克甚至直言，他已将个人命运押注其中。如果特朗普竞选失败，自己将面临严重的后果。If he loses, man, what? Dude. If he loses, it does seem that way. You can't just be like, yo, yeah, I'm like, how long do you think my prison sentence is going to be? Do you think? Will I see my children? I don't know.